们两个都算是矽谷科技公司的员工，薪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股票。Frank 在这么多家不同的公司待过，你主要对于公司发给你的股票都是采用什么样子的操作方式？如果是教科书上的回答，教科书他就会教你是 sell on vest。因为现在公司算是一个中型的公司，所以它的股价波动就是比 Meta 啊、Microsoft 啊还要大非常的多，所以就是股价有时候你可以感觉年薪100万就都有可能，但是呢，你年薪也可以瞬间少个50-60%。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ce， 欢迎来我的频道。那大家应该知道累积资产有很多方法嘛，上班赚薪水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呢，最近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投资理财的重要性。今天的影片呢，我就请到了矽谷咖啡馆的主持人 Frank 来跟我们聊一下，身为矽谷科技公司员工，我们各自有什么理财的个人的心得，都是我们个人的一些观点，希望可以给观众一些不能说是参考，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自己有什么样的理财心得啊，然后怎么样去达到自己的财务目标。那我们就先请 Frank 来简单的跟观众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既然我们这集要讲到理财，可能我们最后尾巴要念那个免责声明。哦，对，帮我上一下。投资理财谨慎小心吗？还是什么盈亏自负之类的？对。我大概一直是在做 personalization ML 这一块。你是在 Berkeley 念 Master 嘛？是。之后工作就是一开始毕业就是做 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是的，就是那时候还蛮幸运的，算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接触到这个领域，也算是误打误撞。因为其实我原本找的工作都是比较偏硬体的，那时候手上几个 offer 就是苹果有 NVIDIA， 所以这个你可以 argue 说这是非常后悔错过的一个机会。几年的事情？这是一个2018年。哇，那是蛮以前的哦。是的，没错。我觉得赚钱这件事情其实也很难说，要遇到这种大富大贵的，有时候你就是失之交臂。我自己待过公司，就是一开始在 Twitter 做广告的推荐，后来就换到 TikTok 做 main feed， 它叫做 For You page 的推荐嘛。后来因为 TikTok 的强度非常高，所以就是 LinkedIn 休息了。有休息到吗？有休息到，有休息到，没错。所以现在休息好了，休息好又来卷了。现在在那个我们矽谷最不能说声名狼藉，可以说声名狼藉没有问题。没错，就是最近刚刚大裁员完的 Meta， 裁员幸存者。但是你现在是不是做比较偏管理职的？没错，算是我第一次尝试带一个 research team 吧。之前做的都是比较偏 product。我大概一直到 LinkedIn 的 role 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次 Meta 这个 role 蛮吸引我的一点，就是说可以去碰到一些比较 frontier 的 LLM 的技术。等下可以再细聊 Frank 工作的部分。不过今天的重点是要来聊一些资产的配置嘛。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要知道，就我们两个都算是矽谷科技公司的员工，薪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股票。Frank 在这么多家不同的公司待过，就想问一下，你主要对于公司发给你的股票都是采用什么样子的操作方式？如果是教科书上的回答，教科书他就会教你是 sell on vest。可是人都有这个赌博的心态，就是期待自己能够暴富，期待自己手上拿的就是 OpenAI 的股票，可惜有时候拿到的并不是。我觉得这很取决于说你当下待的公司是怎么样。可以 frame 的方法是说，如果你手上有这笔钱，因为它 RSU 它就是扣完税之后，等价上是一次发给你一笔好几万的这个钱，你有这笔现金的话，你会不会用它来投资你公司的股票？我第一份工作在 Twitter 的时候，答案是不会的，所以我那时候是非常严格的遵守 sell on vest。领到之后呢，就把它卖掉，然后卖了之后就全部换成 S&P 500的指数基金，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答案。后来到了 ByteDance TikTok 的母公司，很遗憾的股票就不是 liquid 了，所以想 sell 也 sell 不掉。因为 ByteDance 的股票好像比较特别，是吗？特别的话就是特别坑，是这样。就如果有任何听众朋友在考虑 ByteDance 的话，我是真心会要大家在财务上面三思。就是你在那边遇到的同事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在财务上面，它的股票并不是 liquid 的，所以你其实是仰赖于公司的 buyback。但是呢，美国公司的 buyback 都还比较有良心，它可能就会用这种二级市场的估值给你。但是 ByteDance 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个数字，我22年初加入的时候是一股定195块钱，在今年3月，所以已经过去4年多一点点，他们的回购价是230块钱，多了10%左右，甚至跑不赢通膨，非常厉害。而且呢，他还对离职员工特别差，就是你如果离开 ByteDance 的话，他的回购价还给你打85折。哦，是吗？那不等于基本上就没赚？而且最后一点，你 vest 到股票之后，在美国的话，你 vest 的时候股票就你自己的嘛。但是呢 ，ByteDance 它就规定说，你 vest 之后呢，头12个月内，你至多只能卖掉50%。你说被你 vest 的股票，你已
金拿到手的股票，接着每一年你可以多卖10%，所以你离开这个公司之后，你会被它绑定6年，非常惨，好烦哦。没错，你一进去的时候就跟你讲好这个规则了？没有，中途改的。为什么会中途改？这其实有个细节，就是我自己其实没有在 startup 真的工作过，除非你把 ByteDance 也算进去啊。但是呢，其实通常你领到的 startup 股票，它都是所谓的 double trigger。double trigger 就是说你要有2个条件，你才真正拥有这个股票。你要符合你的 vesting 的时间到，而且公司要 IPO。因为 ByteDance 没有 IPO 嘛。对，而且可能他们也不打算要 IPO，所以他们就改了规则，就说，你现在不用 double trigger 了，就是你 vest 到了之后，就算是你的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会回购，但是他就加了这个 clause， 就是说你只能这样慢慢卖回去给公司。这样真的还蛮坑的。那你下一家公司去了 LinkedIn 嘛？据我所知 ，LinkedIn 拿的股票是微软的股票。是的。那你那时候还是跟 Twitter 一样吗 ？Sell on vest。这时候赌徒的心态就来了，对，大概会卖一半左右，然后剩下就是拿在手上。因为我觉得微软这家公司，我对它的 CEO 还算蛮有信心的。不过从现在这个节骨眼看，你说现在微软的股价吗？对，没错。Meta 的话大概也是卖一半，然后留一半。虽然像 Alice 讲的，就是 Meta 算是声名狼藉，可是我觉得也就是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 CEO 才够狠，能够把股价给推上去。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其实只有待过2家公司，但这2家公司差很多。第一家公司 Coursera， 我加入的时候它还是一个 pre-IPO 的 startup，所以我那时候拿的薪水是 option。然后它后来 IPO 了 ，IPO 的时候我就把我可以卖的股票卖了不少，算是那时候刚毕业就体会到说，哇，这就是你知道，对，赚钱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也是因为这样，那时候就想说，那就 hold 一些吧。然后那些现在就是一文不值，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你要怎么去对待那些股票的差距吧。然后我现在的公司也是一样，因为现在公司算是一个中型的公司，所以它的股价波动就是比 Meta 啊、Microsoft 啊还要大非常的多。所以就是股价有时候你可以感觉年薪100万就都有可能，但是你年薪也可以瞬间少个50-60%，就是只剩 base salary。对，我觉得我现在的做法大部分都是 sell on vest。刚刚 Frank 有讲嘛，每次 vest 的时候，你那时候就要缴税。如果你股价是在高点，然后没有卖掉的话，你之后卖掉其实就是对，就是 capital loss 也算蛮多的。而且应该是 Frank 讲一样，就是如果我有相同的钱，我究竟会不会拿来投资这家公司？就是我答案可能是不会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果断的把它卖掉。不过我还是有留 ESPP， 因为1年就是1-2万块钱左右。每个公司都不太一样，就是有的公司我知道它是每次买 ESPP 的时候都有一个价钱，然后以那个价钱再去乘以比如说15% 的折扣。但是有的公司，像是我现在待的公司，它就有一个 look back date， 加入的时候你可以 lock in 一个 ESPP price， 那个 price 可以持续2年，这其实蛮佛心的。对。然后我记得 Nvidia 好像也是这样，有时候就可以靠 ESPP， 你就可以赚好几10万美金。假设我 vest 的钱是10块钱，然后它在1年之内涨到了100块，那这样我那一整个继续的下一年度，我都还是可以用10块钱的 vest 去买到我那个 ESPP， 就10块钱还在打85折。对8.5块钱，还蛮划算的。但是这一切都是命啦，有时候也会可能变成2块钱也不一定。同意，我觉得其实这种 median cap 就是可能市值是50 billion 到100 billion 之间的这个公司，波动性是比较大一点。对，当然 Frank 大家都是比较大一点的公司，所以波动性比较少一点，但是想象空间也比较少一点。是的，没错。这算是公司薪水的投资一部分嘛？但是另外想要问一下 Frank， 可以来分享一下彼此自己个人的资产配置，就是公司的股票除外，你有什么其他的投资吗？我觉得大概拆3块。首先很大的一块是 illiquid， 就是它并不能随时变现，所以说我如果想到 illiquid 的话，可能就会想到 401k 或者是 IRA，还有一些可能会投 private equity。不过呢，其实这种 401k 大家有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1年才2万，所以好像不算什么钱。不过其实你如果从工作一开始就放好放满的话，它轻易是可以滚到500,000，就是你如果工作10年左右，它到500,000或是600-700k 左右的数量级是可以的，所以不要低估这个部分。那当然剩下就是 liquid 了嘛 ，liquid 我觉得又可以拆成指数基金和个股，那这就是靠我自己的风险偏好。我大概是指数基金跟个股各一半，个股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留下来的 Microsoft 和 Meta， 所以你就不会另外再去买一些个股，像是当年错失的 Nvidia。当年错失的 Nvidia 嘛，错过的最痛，所以我也有买一点。但你主要的自己的投资，等于说就以 SP500 为主。对，就是看你自己的风险偏好。就是我是 paycheck 进来，我就会拿去买指数基金，这个部分就是定额定期投，这个一样是非常无聊的一个 tax
textbook 的操作。现在手边的个股大概是怎么样呢？有些是我非常早期买的，像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艺高人胆大，对，乱买一通都不好。我也是，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这么敢。然后呢，但现在呢，反而你可能管理的资产规模变多，然后你又变胆小，就会畏首畏尾，不敢操作。不过我自己是有 carve out 一些部位啊，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赌博部位，它就是做 day trading，但是这个非常少，可能是1%、2%的资产的。然后可能每年结束的时候，我会去看一下我个股跟 ETF 的 breakdown， 然后我说 OK， 我接下来的一年要慢慢的把比例往哪个目标的 percentage 去 nudge，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卖掉，然后换成 ETF。所以在你全部的资产配置里面，股票大概是占所有的有到50%吗？如果算进 illiquid 的，然后算401k 这些也underlying 它都是股票嘛，这样的话股票一定有到70-80%，那还蛮多的。但是那里面就是有包含401k，然后你的个股的投资就是以大盘为主，你也是比较算是会 DCA 嘛，就基本上每个月是，就是如果要具体 breakdown 的话，所有的不算自住房的 net worth 可能有30%左右是 illiquid 的，这个就包含我投的私募基金，还有401k 等等全部加起来。然后在 liquid 的里面就剩下70%嘛，应该绝大多数都是股票，可能有一个很小比例的 crypto 吧，这个就算 old investment。那房地产呢？你有把它算在你的资产配置的一环吗？我的房地产只有我的自住房，这就是一间老 townhome，所以我倒没有把它想成是我可以操作的部位。我自己的话，就我也有401k 那些，然后近期的话，就也是因为想要再投更多钱放在401k 里面，所以我近几年有开始操作 backdoor， 对，就我觉得那个还不错，就是它的那个收益加了那个之后，一年可能可以存到大概6-7万，甚至更多。因为我自己每个月没有太多的房贷或什么要付，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是手上有一些现金的人，就也可以考虑把钱有一部分转到那里。因为我自己就是股票投资比较不是定期定额，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把一部分尽量定期定额，所以用 401k 或是 mega backdoor 是最好的方法。那 Alice， 请问你的股票操作是当冲的操作，还是主力式的操作？因为你说你不是定额。对，我觉得我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时期。我刚开始接触股票大概是2020、2021的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比较工作1-2年才有钱开始接触股票，然后那时候就比较瞎买，真的是瞎买了很多个股，就可能那时候就买了10几个不同的个股，也有留到现在就是赚蛮多，但是也有那种跌成狗，比如说 Meta 的竞争者 Snapchat，就我也有买，但是到现在就是损失就很可观。那个真的是跌成狗。对，那你最得意的战绩是哪一个？可能是最近吧，因为可能近1-2年又比较认真再去研究一些个股，接触比较多投资的管道之类，所以就比较有在 AI 的硬体股上投资，不能说大富大贵，算是有赚到一些钱。然后我自己比较是蛮喜欢看股票，但我就不会每天都在很频繁的操作，可能会有几个比较喜欢的股票，就会去稍微观看一下财报，因为最近的股票波动也蛮大的嘛，是的，所以就可以趁那时候，我大部分都是可能就一次性的买个，比如说我手上现金的1%-2%之类的，还蛮合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如果自己操作的话，会做的比较像，因为有时候第一次接触股票的人，他就是可能会一次去听到30-50只股票，反正每只都是名牌这样子，然后就全部都买。可是我自己也是说，我可能会去关注10只，然后我大概知道说，这个它跌到什么时候的时候，我会想入场，然后就买。一次的话，可能就可以去推一个比较大的部位，像是2%到5%，2% 到5%，这乍听之下很小，可是其实呢，你从 asset allocation 的角度来讲，你如果一次推一个5%的 chunk 到一个个股里面，已经算是很大的。对啊，也是有那个风险，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Agree。我自己的股票大概是占我所有的，如果要加401k 可能有到60%，但如果不加可能就大概有40几%左右。里面其实还是有一半都是 QQQ 比较多，然后剩下的才是个股。我的个股还蛮平均的，就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个人仓位，可能就是台积电跟 NVIDIA 比较多。刚刚说有一个 chunk 是401k 嘛，接着有 chunk 是股票50%到60%，那剩下的你是怎么处理？剩下的话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在频道上分享我的失败投资经验。愿闻其详。对，在2022年的时候，公司 IPO 嘛，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笔现金把那个股票卖了。不知道 Frank 有没有参与到那一波？大家都很喜欢买房子，对，不能说跟风啦，反正那时候就是有投资了不在加州，在美国东岸的房地产，就拿来做投资房。就如果把那个钱那时候投到股市，直到今天都不知道翻了几倍。但是那个地方的房价就不想要害大家，所以就不公开那个地方。但就是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投资。我不确定这是不是那种东方教育或者台湾人的 bias， 就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可能到某个资产之后呢，一定要混入房地产。因为我也是在21年的时候买了我自己的房子嘛，我后来就觉得说，这并不是这样一个 brainless 的操作，就是买了之后怎么买怎么赚这样子。因为像可能 Alice 提到
像东岸，如果有些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口涌入的区域，我猜可能像是北卡啦，然后佛罗里达啦这些，或甚至说中西部，就会造成说你如果在那个时候入场的话，然后加上之后联准会升息，就会变得很难受。对，没错。但是就还算好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的利率还算是可以，就不是说我那时候已经要5-6%，那时候利率可能大概2-3%，所以就是对，就还可以。但是就是以那个时候放的头期款，如果那时候拿到股票，那就是不可同日而语。每一个时机都有不同的考量，那时候就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未来的矽谷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我之前就看过一个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很好笑的报道，大家都会说德州的奥斯汀就会是下个矽谷，就有人开始炒作说，可能另外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就是下一个奥斯汀，结果奥斯汀的房价先崩了，那个下个奥斯汀的就又崩的不知道到哪里去。对，现在我觉得大家观念比较改变啦，像我现在我也是自己租房，暂时没有考虑要在加州矽谷买房子。一方面就是利率实在太高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如果拿来赶一次买房子，我应该就要有同样的 guts 一口气拿来买股票。那个感觉就是觉得，那我放在股票，我可以有比较多的掌控权然后比较不会说一次就全部 all in 到头期款里面这样子。Agree。而且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 factor 就是，你如果买了一个特别贵的自住房，然后你需要迁移的话，其实有可能会是个大问题。像我那时候搬到 Seattle 嘛，但是呢，我前阵子要离开 Lincoln 的时候，也是有看一些机会。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现在所有最火的 startup 都在 San Francisco 或是 New York， 就它甚至不在南湾。所以如果说你买了一个很贵的房子，那可能你处理掉，其实一来一回那个中介费就是6% 嘛，这加一加未必是划算的。对，而且其实美国的房屋税也是很贵，然后还有很多有的没的，什么房屋保险越来越贵。不是在叫大家不要买房子，但就是买房子的很多考虑的 factor， 最近几年发现比股票多很多。而且因为其实像我们都是比较多投资美股嘛，就是美股跟台股比较不一样，它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要离场，你可以随时都可以离场，不像台湾就会有什么涨停跌停啊，会被锁住什么之类的。如果说真的要买房子的话，我现在的一个 take away 就是不要抓到预算太上远。有些人可能会他把他绝大部分的 liquid net worth 全部放在头期款里面，然后在此之上呢，你的每个月要缴的 HOA 加 tax 加上 mortgage， 可能又吃掉你所有 free cash 的60%、70%，那变成说你其实就没有办法有真正的资金去做比较 liquid 的股市的投资。这个我可能会注意。那刚刚 Frank 你有聊到你有加密货币的投资，那个是大概占你的投资的 portfolio 大概是怎么样？非常小一个部分，如果是算上 illiquid 的，就是 401k 啦 ，private equity 不足2%。如果只算 liquid 的话，大概就是3-4%。都是买 Bitcoin 吗？还是有买一些有的没的山寨币之类的？好的，主要都是比特币跟以特币。这个我觉得就作为一个 hedge 吧，这个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过度担心，但是呢，可能就会有人说，如果有一天你有 hyperinflation， 那可能你的美金就会贬得很多嘛。对，这个故事在过去2年比较盛行一点，最近又还好，随着 inflation cool down。不过呢，又有伊朗战争，所以这很难讲。所以这就变成是一个保护的部位。如果真的有个 worst case 是美金它非常非常惨的话，那这个部位可以保存一部分。我觉得我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比特币可能大概就是2-3% 左右的投资，算是一个跟美金对冲嘛。我的资产配置里面呢，有一部分是加密货币，而且占比越来越高。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想要来对冲通膨，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加密货币的入场门槛很低，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来试用一下，先用小额来了解这个资产的类别。那如果你想要投资加密货币的话，必须来跟大家推荐我一直都在长期使用的 OKX 交易所。OKX 呢是全球排名非常前面的交易所，而且它已经穿越过很多的牛熊市，然后它也有100%的储备金证明，非常安全。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界面对新手非常的友善。那如果你想要使用 OKX 的话，非常简单，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下载 App。大家下载好 OKX App 之后，你就可以点击 Sign Up， 选择你在的地方，比如说你是台湾的用户，然后你可以绑定你的 Google email 嘛，完成你的实名认证之后，你就可以开始选择入金。那 OKX 入金的方式也很直觉，点选这个买币之后，输入你想要买的金额，或者是不同货币都支持，然后选择 Apple Pay、Visa 或 Mastercard， 就可以轻松的买币，开始使用 OKX 啦。而且呢 ，OKX 不只可以买加密货币，它甚至可以买到美股还有黄金，在一个页面里面就可以完全满足你的所有资产配置的需求。另外呢，还有一个 OKX Card， 它这是和Mastercard 深度合作的千账金融卡，可以把你钱包里的稳定币直接在全世界任何支持 Mastercard 的商家可以自动消费，而且呢，它的消费还能换取高额的 USDC 的返现，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你花越多，同时还可以得到返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总结来说，我觉得我的资产逻辑配置就是要分散风险，但是你也同时要去注意什么样的新兴资产能够有更多
让你资产更加增长的机会。想要使用 OKX 的话呢，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可以开始使用啦。然后我就觉得它未来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还没有确定到说是像那些比如说 AI 硬体公司啊，它的 profit 啊或是营收是看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它的不确定性也还是有。但就是在这个时代，就是你的资产还是要均匀的配置，不要说把整个身家都压进去这样子。我自己的加密货币投资就只有 Bitcoin。我觉得其实 Alice 你也带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呢，比如说你如果看 Charlie Munger 或是 Buffett， 他们就会说他们是不买黄金的，因为黄金它不会说堆在那边，它就自己生出更多黄金嘛。那他们喜欢买公司，因为公司你把钱放进去之后，你持有 equity， 它就会帮它一直赚钱。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比特币跟黄金是比较像，它并不会说一颗比特币放在那边，你会自己变成2颗。当然以太币会啊，以太币就是你如果把它再挖更多什么对，就是你可以把它 lock in， 然后去支持它的升级。从这个角度讲，这种 non-productive 的 asset， 可能你不会想放太多。那就很好奇 ，Frank 目前为止觉得最得意的投资是什么？最得意的投资吗？我坦白说没有。因为我觉得我操作起来都算是比较保守。我又认识有一些朋友，他们是非常有操作灵感的。比如说，我不知道 Alice 记不记得，大概2021年的时候有个 GameStop 之乱。我知道，我就是那个时候下载了 Robinhood。帮听众朋友补充，就是 GameStop 就是美国的一个卖电动的店，实体店。然后那时候呢，大家就说 GameStop 要上1000。那我认为说这个朋友的 brilliancy 就在于说，他那时候就去买了 GameStop 的正股。那时候 GameStop 正股大概是100块美金，接着他以这个正股做抵押，然后卖了 call option， 所以他对他卖这个1000块的这个看涨期权，这样子，他这个 call option 能卖到的权利金，甚至大于他这个股票本身的价值。因为那时候大家就在说，这个要上1000块啊，要 to the moon 了。是的，要 to the moon 了。所以呢，他这个操作的漂亮之处就在于说，就算他的股票价值归零，他的权利金那个赚到的钱是实实在在的。我自从知道有这样的朋友之后呢，我就非常清楚说，我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天赋进行这种操作。就算你给我看到这些 price 的 quote， 我也不会想到可以这么做。当然，可能现在想得到。所以说我并没有一个特别得意的投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所以那朋友后来就赚了很多，这样吗？我觉得他最厉害就是说，他这些 pattern 是可以 reproduce。是吗？就他并不是说他只是 one trick， 就是做了一次这个 GameStop 这样子。我自己也是比较偏保守型，因为其实平常上班真的也没有办法每时间都在看盘。就之前有发生过那种，因为我比较多都是可能有那种限价单，然后就忘记把它那个关掉，然后就是一点财报出来不好，然后就接到了是吗？对，然后就会昏倒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要每天这样子看盘，就有一点难度。我觉得这倒是带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 Alice 你都是怎么决定什么时候要卖的？因为有句话说买比卖简单很多嘛。这是真的蛮难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还在学习，像我最近就来考虑把我的特斯拉卖掉，因为想要买 SpaceX。想要买 SpaceX， 对，就感觉 SpaceX 要上市了 ，Tesla 的股东可能会有很大一部分会想要往 SpaceX， 因为主要大家都是在赌伊朗马斯克嘛，好像有人在赌 Tesla 电动车可以出几步这样子。主要就是可能还是看财报吧，或是 guidance。就如果真的是 guidance 不太好的话，我可能就会卖掉，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最近也是有做一个操作，是把手上最近我有买比较多那种太空的股票，也是想要赌 SpaceX。近期有买的一支股票，算是压的比较多的一个，财报出来就是很差，超级爆差。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支股票应该不行了吧？就那时候就算是有一点出清了一部分。殊不知呢，几天之后又给我涨到，其实现在股市真的有点太疯狂，对，就真的不太懂，然后又涨到30-40% 以上，所以我觉得很难说啦，这一切都是学。不过这边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个想法，就是呢，我觉得 SpaceX 跟特斯拉这2只股票 specifically， 搞不好你会想要倒过来操作，这是我免责声明。但因为呢，有一个说法是说，到时候等 SpaceX 它稳定了之后呢 ，Elon Musk 会最终把特斯拉给并到 SpaceX。对，也是有这样讲，但对啦，就是要看 time horizon。对，然后另外是就是因为手上的现金也没那么多，所以就我自己现在的资产还是有一部分是现金，就是可以随时想要买股票的时候可以去操作。刚刚说的没有最得意的，那如果是最后悔的投资，就是你的自住房吗？最后悔吗？我觉得自住房，对，就是从 financial 的角度讲，自住房并不是特别好，但是这有几个 caveat 吧，就是首先因为我买的并不是 single family home， 其实在美国这边呢，都是土地本身越来越值钱，然后你的地上物一定是 year over year 一直在 depreciate 的嘛。那如果你买的是这种 condo 或者 townhome 的产权的话，你就是不拥有那个土地，所以它升值的空间就小很多。That being said， 但是就是自住房，你有自住房的价值，就是它可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就是你会就是一个家的感觉，就是你会慢慢把它打理好等等。不过如果纯从财务上来讲，确实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看你们频道，你也常常在分享很多算是投资啊，或是一些科技圈相关的讯息，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routine 之类的？这是个好问题，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自己有在做内容嘛，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带给听众一些没有听过的消息，所以我需要做比较多 intake。有几个不错的投资
资方面的 podcast。首先呢，如果你是学院派的，那你就会想听 Howard Marks 的 memo。Howard Marks 就是一个橡树资本的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嘛，然后他是这种投资的 time horizon 都是60年或者是50年。那如果一个人可以 survive 这么久，享有地位的话，那他会有一些好的 wisdom。可是呢，这个缺点就是说，有时候你很年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些老伯伯讲的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厉害的，对不对？它比较算是偏价值投资。是的，没错。所以他可能一个 cycle 都是10年在看。那如果要这个比较激进的话，如果你有看过大卖空的话，Michael Burry 他的就非常激进。你如果去看他的那个 S13 filing，你会发现说他 quarter 差超多，他有可能前一个 quarter 还在做多某只股票，下 quarter 就做空。这是第二个 Steve Eisman， 就是他在大卖空里面会一直骂脏话，然后很容易爆炸那个。他讲的就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点。他也是有自己的 podcast 吗？是的，叫做 The Real Eisman Show。他讲的就是介于 Howard Marks 的保守跟 Michael Burry 的激进之间。比如说呢，像他前阵子就在讲说 SaaS 股票呢有可能可以来捞一波，因为 SaaS 就是随着 AI 推出，就是大家都在卖这种 Salesforce 啊，卖得很惨。所以我在重训的时候就会听这种，听一听，有时候我就拿我的赌博小账号，然后我就操作一波，就买几张这样，对，看有没有赚到一点。我自己就是跟一般大家台湾最大的股票 podcast， 我觉得他讲的不是什么投资建议，就是他会讲一些产业面的东西，我就很喜欢。然后因为现在 AI 真的太方便了嘛，就我不需要去很仔细看公司的那些东西，我可以直接叫 AI 帮我整理最近的财报、公司的分析、展望啊等等，所以就还蛮方便的。另外，我觉得投资股票让我学到比较多的就是你跟这个世界是在息息相关的感觉，因为我们其实也在矽谷也是跟世界息息相关。但我个人是觉得，你投资了这之后，你就会更知道这个市场上现在，比如说金价涨跌跟你有什么关系，比如说美元的走势，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啦。股票跟以前想法那种赌博就是已经差很多了。所以 Alice 讲到这个点，就我有个体悟，就是投资这整个过程蛮好的，就是你会去训练你的第2层、第3层思维能力。今天假设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又破局，然后原油又飙涨，这时候呢，你如果是韭菜，你可能就进场跟着一起买。可是呢，你如果去想第2层，你就会想说，那这到底 price in 了多少？然后你还可以想到第3层、第4层，这种就是你可以去照着这个逻辑跟 fact 去推演之后的 implication 这个能力，我觉得在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其实也蛮有用的。所以就像你讲，一方面跟世界更 connect 起来，然后你也可以有一些 take away 是你 day to day 可以用的。感觉投资部分聊差不多，现在就来聊一些大家真正想听的话题。OK， 我以为大家想听的就是投资。大家也想听投资嘛？对，不过就是因为难得请到 Frank， 然后在这么多矽谷科技公司都有工作经验嘛 ，Twitter、ByteDance、LinkedIn 跟 Meta， 如果你要帮这4家公司满意度打分的话，你会怎么评分？确实，你如果有去亲自训练模型，然后把模型的能力再往前沿推进的话，是一个很吃香的能力。没错，大概 Meta， 你如果看到一个人的 profile， 然后你看到他的 report chain， 你大概可以知道他位于这个 AI 食物链的哪一层，这样子。就是有些是那个 Zuckerberg， 他要亲自煲汤。Meta 也是大裁员完嘛，实际的影响层面，体感上来讲，算是蛮大的嘛。其实除了10% 的人被裁之外，有10% 的人被抽调到一个这个特种部门，叫做 AAI。App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件事情呢，其实对每个团队打击都很大，因为有些团队他们是可能10个人被裁1个，然后被抽掉2个，其实就一瞬间少掉30%。